好，我们今天来救一下这个43年底的德国存档，因为难度并不大，就不要求大伙投币了。之前去问了一下，投稿这个存档的粉丝确实是新手啊，不敢和 AI 打也很正常。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超重型榴弹炮，是从我幽火教学那期学的。为什么这个存档会变成这样？感觉也只是新手缺乏一点应对经验啊。整个存档看下来，大的问题基本上没有，细节处理的也都挺好。只是缺乏一些应对的经验，很多新手碰到这种战线多的局面可能会很慌，不知道该如何防守。这边我也可以和大家简单讲讲。首先是北边沿海登陆上来的敌军，这种敌军只要我们能有机会把港口给抢回来，都不是问题。看似它突进的很深，但是港口一拿下，它就是一个天然的饺子，所以这种是不慌的。在这个存档的北边有许多这样的天然饺子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爽吃环节啊。然后南面的话，对抗的是整个同盟国，一条线下来都是同盟国的部队。虽然战线很长，但是根据国家的颜色来看，其实不足为虑。其中最不足为虑的就是法国，因为法国它是有混乱的政府啊，到这个年代了 AI 都不消，我也是没想到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想要消灭法国就很轻松，只要法国一投降，他占领的这些地啊，都会自动还给我们。这么一看，这么长一条战线都无所谓了。然后是匈牙利这一块，虽然没什么人防守，但我们有山川之险，就算这边全丢了，我们也可以退守一下苏台德最后防线。之后就是波兰爆出来的这一块，这一块我感觉应该是波兰的抵抗没压住，自己爆了一个国家出来。看似这边的战线比较复杂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因为它离我们的核心区实在太远了，根本威胁不到我们正常的生产。然后再往东边看的话，就更不用说了，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领土。这些领土就算丢了，我们想要收回来也是很快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这局的主要处理方案啊，就是把这个法国处理掉即可。我们只需要快速击溃法国，然后把北边海岸的防御加固一下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就是简要分析一下德国目前的兵力以及装备，来制定一个具体的方案。首先，根据情报显示，我们一共有149个步炮高达师啊，这个集团军是相当的多啊。然后就是库存里面的装备，用不完的火炮，用不完的步枪，以及数量可观的重型坦克。如果什么都不缺的话，我们要做的就只是集结兵力了。简单看一下他部队的方位，高亮的地区基本上都在家里面，那我们想集结的话也挺快，这边直接先把所有的战线都取消掉，然后所有部队停止行动，先原地不动。波兰这边有大量的闲置部队，直接给我们新的将领去把这个克里斯堡的港口偷一下。南边防守的部队也是啊，防守部队实在太多了，我们抽调一半的部队去北边偷港口。南斯拉夫这边的部队就赶紧跑路啊。从南边抽出来的20个师，也是先随便找个人到这个吕贝克这边来，我们偷一下汉堡就行。其余的地区我们还是用经典招数，不管，就当没看到。工厂的话肯定是要微调的，我们这个超重型榴弹炮已经一辈子用不完了，所以全部取消掉。实在没搞懂他造这么多船干嘛，都是很初级的船，完全是浪费我们资源啊。这局就不考虑帮他登英国岛了，这个时间点想要靠海军上岛的话，那我们得有大量的海轰。飞机的科技明显是没有点的，现在从头开始点也很慢啊，先帮他把引擎什么点一点吧。军工的话目前我们是不怎么缺的，主要还是建这个炼油厂为主啊。德国最缺的是橡胶，这种没用的飞机就先不造了，等我们科技补全了之后再开始造。43年还在用这个设计，属实有点难崩啊，直接换成最豪华的，没必要专门去针对 AI 那几辆坦克，我们还是用改进型中型榴弹炮。为了节省点钱，我们就全部额外弹药架了。对于德国来说根本不缺那么一点钢啊，我们就算换完之后资源还是很够。其他装备都不缺的话就不造了，我们全造坦克啊。可能比较缺钨的话强行找葡萄牙买吧，虽然会被劫运输船，但是也能买到一点。编制的话不着急改，因为我们存的坦克并不多，等坦克数量上来，我们再把炮全换成坦克。先改成35宽，防止吃超宽惩罚。才发现它这个编制里面没有防空炮啊，那我们再拉一个防空炮的生产线，待会儿塞上支援连。差不多这样我们所有操作就完成了。国策的话先不点，存点政治点。他到这个43年底内阁都没上齐啊，这我是没想到的。对于德国来说的话，应该不缺这一点内阁吧。
接下来就是先消灭北边的部队，再想办法吃一下法国。简单操作了一下，很快就吃完了北边的饺子。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消灭法国了。因为这位玩家之前走的是影响系国策，所以这边我也想了一个花招。虽然比利时已经变成黑色了，但是不肯进我们的阵营，那我们就保障他一手啊，给他饱读一下，他一下子就觉得我们是他朋友了。这也是钢四的一个小机制，欧四玩的多的人可能比较清楚。我们这边直接拉入阵营，然后召唤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走比利时边境了。这边法国肯定是没什么防守的，最快速度给法国拿下。在我们闪电战之下，法国很快就光速投降了。这样一来，同盟国的部队就全部被包在德国境内了。接下来就没什么难度了，我们甚至可以开始划线平推了。这些饺子直接开吃啊！dich zärtlich umkosen, denke zuweilen ein wenig an mich.
这个我是没绷住了，这个比利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偷投了，导致我后面的地白打了，还得再打一遍。他刚刚抢了我太多占领区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战线基本上是稳住了。我们打起来比较吃力，也是因为没有飞机啊。接下来就是等我们的橡胶科技了，橡胶科技全部走完，我们开始爆飞机就随便打了。把田线师一下，港口全部堵住，这样敌军的登陆也不用管了。巴尔干地区因为南斯拉夫的加入，敌军的侧翼几乎没有防守啊，我们直接给他全部包了吧。难道说这个事件是可以触发无数次的吗？总觉得不太对劲啊，为什么还可以成立维系法国啊？要我成立的话，我肯定是选择成立啊，这样的话 AI 的殖民地就全没了，试试看呢。还真是啊，只能说这个有点太过幽默了。本来是对手，一下子又变成队友了，直接招吧，这样的话还能把敌人给弹走啊。感觉这局玩的还是有点逆天了，一直没有管这个镇压，人力都快用完了，这边赶紧搞了个25营旗，把这个人力强行腾出来。巴尔干这边也是没注意啊，我们主力师都已经打到基辅这边了，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北边的同盟国部队全部合围，我们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。
好，这个存档打到这边应该差不多了，就是我们经典的大团圆包饺子环节啊。同盟国的所有主力全被我们包在了莫斯科后面，这片地区我们吃起来也很困难，就全当是一个巨型的武装战俘营啊。接下来的操作也很简单，就是和英国人拼飞机。我们的最先进飞机已经开始大规模制造了，橡胶是不缺的，因为一直在种啊。我估计英国岛上也没啥人了，这波飞机拼完了，我们直接跳伞上岛，拿下英国也差不多了。